緬北四大家族手握重兵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如今却成了全世界最危險的群體。前有同盟軍的節節勝利，後有緬甸政府軍的避嫌。更要命的是，就連一向高高掛起的中國也罕見的明確表態，針對緬北詐騙頭目名家，中國罕見的發布了全家通緝令，是在將緬北詐騙勢力一網打盡。而事實上，緬北四大家族能否倒台，關鍵並不在中国，而是在於一個人。如果說中國此次針對緬北四大家族和名家的出手，最喜聞樂見的不是別人，正是現在正在緬北攻城拔寨的彭德仁。因為不同於中國和四大家族的嘴炮糾紛，四大家族和彭德仁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血海深仇。而這件往事或許還得從彭德仁的父親彭家聲說起。四大家族最害怕的不是中国，而是彭家聲。不同於現在的分崩離析，彭家聲時期的緬北可以說是人丁興旺，社會迎來了難得的安定時期。可好景不長，果敢王一統緬北沒多久，手下的眾人便開始了各懷鬼胎。在當時，由於緬北位置偏僻，相比較於其他地區，經濟發展緩慢的經濟，膨脹的慾望，讓欲壑難填的手下對一些黑色產業蠢蠢欲動。一時之間，緬北成為了毒品的集中地。彭家聲深知這樣做是自掘墳墓，便想主動鏟除這個行業。可他沒想到的是，這卻極大地觸碰了某些人的利益。2009年，彭家聲手下第一大將白所成聯合其他3家勢力，將彭家聲趕出了緬北，就連手下的部隊也分崩離析，剩下的不足幾百人。此時，所謂的緬北四大家族正式成立，白所成、魏超人、劉國喜、劉正祥將本就不大的果敢瓜分殆盡，開始建造自己的商業帝國。與此同時，這4個人還身兼多職，一邊在果敢的政府部門擔任要職，一邊從事黑色產業，趴在整個果敢老百姓身上敲骨吸髓。比如四大家族之一魏超人，還是果敢自治區政法系統的一把手，他的女兒魏蓉則是電詐集團臭名昭著的女老闆。四大家族盤根錯節，將偌大的一個果敢俨然變成了一個新的人間地獄。這是比緬北四大家族更可怕的一個人，這就是明學昌家族。早年跟隨彭家聲，後來選擇背叛，靠着電信詐騙隱隱成為緬北四大家族之外的第一人，還成為了緬北電詐的中堅力量。相比較於前輩們的罪惡行為，明學昌為了攫取利益更是無所不用其極，甚至連拐賣人口的事情在這裡都屢見不鮮。相比較於背叛者的繁花似錦，被趕出家門的彭家聲卻開始了流浪的日子，直到2022年含恨離世。一邊是父親的死不瞑目，一邊是敵人的繁花似錦。接過父親指揮的彭德仁發誓要為父親報仇雪恨。2022年12月，父親去世後不久，彭德仁就率領同盟軍開始對果敢發動進攻，可結果卻是鎩羽而歸。從2009年到2022年，彭家聲和彭德仁父子俩為了收復果敢發動了數不清的攻勢，可最終都是草草收尾。可不同於四大家族豢養的家兵，10幾年的磨練讓彭德仁率領的同盟軍儘管裝備不全，戰鬥力卻得到了極大的訓練。如今，這支百戰之師開始在果敢遍地開花，目標直指四大家族和明學昌。節節勝利的同盟軍甚至將四大家族包圍在了老街。或許在度過了10幾年的罪惡生涯後，四大家族也終於走到了盡頭。